我要开始拍喽！来，1、2、3，好，非常好。来，笑一下啊，再来一下，1、2、3，好，非常好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谢谢谢谢。妈，妈，要不你们先休息一下。好。妈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来，2位新人拍一张啊。介不介意我蹭个喜气啊？陆总，陆总。哎，我也要蹭喜气。哎，魏彤，一起拍一张吧。哎，好，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啊。来，几位看这里啊！来，1、2、3，好，非常好。哎，能帮我们跟新娘合一张影吗？好啊。志远，金总来了，去打个招呼。行，那我过去打个招呼，等会儿回来。你们去。借你老公用一下。走。金总，金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来 ，Hello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很好。我可以跟新娘拍一张吗？妈，清芳啊，咱俩得有10多年没有见面了吧？是。你看，这么长时间我也没过来看你，也没关心过你。这孩子结婚，你还惦记着我。三婶儿，您说什么呢？您是长辈，我应该多去看您才对。哎呀，对了。那小陈现在在哪儿工作呢？他们2个人在一个公司，
但是具体是哪个我也不太清楚。是大公司，反正是做投资的。哦，那真好啊！哎，你们看，这俩孩子多般配呀！哎，你们也动筷子吧，哈哈！来，好，谢谢，好嘞。吃好。动筷子吧，哈。妈，哎，我们来敬你们。来，哎，妈，来，您腰有伤，坐下吧。啊，有事，这一变天就不舒服。哎，妈，我单独敬您一杯，感谢您把小陈交给我。我答应过小陈，给他一个幸福的家。您是小陈的妈妈，也是我的妈妈。谢谢，你好好带他啊。一定。少喝一点啊。哦，好孩子，来，各位，过来的，辛苦了。谢谢，大家吃好喝好啊。哎，你喝饮料，小陈，那你不干了？我干了。来，我帮他喝，那不够，太少了。干，我先干了。不要，多喝上，我一会儿砸了。一会儿跟你们好好喝啊。你要慢慢吃啊。小陈，你敬我一杯吗？来，我敬你。怎么我喝酒你就喝饮料啊？未免对我这个老朋友太没有诚意了吧？倩倩，小陈不方便喝酒，喝饮料心意是一样的。我跟你认识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听说你不能喝酒啊。你以前跟沈侯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记得你在酒吧打工，怎么当时能喝，现在就不能喝了呢？哦，对了，我忘了你怀孕了。吴倩倩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你有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……杨小晨，你在这儿风风光光的举行婚礼，你有想过沈侯的感受吗？你一边跟沈侯谈着恋爱，一边跟这位陈先生暗通款曲，你脚踏两只船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沈侯的感受吗？倩倩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喝多了。我没喝多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一边跟沈侯谈着恋爱，肚子里不就已经怀着陈志远的孩子了吗？我说错了吗？吴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地方不欢迎你，请你现在就出去。你回答我呀！你要是心里没有鬼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呀？对不起，他喝多了，谅解。你要带走女朋友可以，大家把话说清楚。
妈，你把你爸爸的脸都丢尽。我送你回去。放心吧，会让司机把妈送回去的。你今天也累了吧？早点回去休息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程志远。一直以来，他总是自信从容，可此刻黑暗中的他，却显得那么悲伤绝望。也许，这才是真正的程志远。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他总能轻而易举地理解我的自卑与痛苦。也许他和我都是身体内有一个战场的人，在这个战场上，希望和绝望同时绞杀着自己。是不是这就是他愿意帮助我的原因？可他的绝望是什么？希望又是什么？他给了我一条出路，谁能给他一条出路呢？小陈，晚安。晚安。关注的深思集团董事长兼 CEO 侯月珍因病休养，暂时无法处理公司日常业务，由独生子沈侯出任代理 CEO， 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。
因为侯月珍得的什么病，何时康复，并没有人知道。而省早餐点好了，趁热吃点吧。让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未来非常怀疑，引发深思集团股票跌停。林教授，这只股票的走势您认为如何？最近这只股票波动很大。外人总觉得股票一直升是好事儿，可对庄家而言，股票一直升并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只要庄家清楚地知道公司的实际盈利，对未来的持续发展有信心，利用大跌可以回购股票。等利好消息公布的时候，股票大涨，适当抛出就可以使劲套现。沈欧妈妈的病，应该不至于无法管理公司。她应该是对沈欧心怀愧疚，想用事业弥补儿子的爱情，所以才提早的全力交接。但她还是会在幕后继续辅助沈豪，保证公司的稳定运行。他的事儿跟我没关系。快吃东西吧，一会儿还得上班呢。还有德国那边，他们觉得这批货和之前看到的设计图有一些出入。不过是袖口的印染区别而已。德国人出了名的严谨，有一点不一样他们就不能接受。现在他们拒签了，这么大批货已经到德国，损失有点太……我知道了。小陈总，一个顾客到咱北京分店闹事儿，说咱们有批童装被查了荧光剂超标。那应对措施呢？消息正在往下压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深思集团的沈后沈总吗？我是商报的记者，听说深思的童装被查出荧光剂超标。作为国产龙头企业，你们准备如何向相信你们的消费者交代？你稍等一下，我知道了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深思集团的沈总吗？我是财经周刊的记者，听说深思的童装被查出荧光剂超标。喂，您还在吗？晚点给你回复。沈总，公司电话被打爆了，都是媒体和记者打来的。出去。您看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说了，出去，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？
你怎么在这儿？醒了吗？醒了，我一会儿就起来。好。早。早。坐，来。孕妇啊，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啊，面包、牛奶、鸡蛋，又健康又营养。你的呢？我已经吃过了，起得早。好，你慢慢吃，我去收拾一下。谢谢啊。外卖，快递，没墨了，放上墨。好的，饮水机去换一下。好。朱总好。这小沈总也够厉害的，刚上任几天又调了个姑娘进来，这不跟当初那个严实吗？管好你自己的事儿。意大利那边回复了吗？啊，在我邮箱，我现在去发给你。哎，李辉。你说这事儿奇不奇怪？这程总跟小程这才刚结婚，就天天来上班。那乔总跟 Cindy 这几天都没来公司，他们去哪儿？
这就说明你还是太年轻了。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啊。陈总呢和咱们陈总夫人只是在给咱们树立企业文化，这叫做新婚不下火线。至于咱们的乔总和 Cindy 姐，那就更好理解了啊。你想啊，陈总结婚了，新娘不是 Cindy 姐，她是不是得伤心？她一伤心，那乔总的机会不就来了吗？乔总？对啊。你是说乔总对 Cindy 姐？那是当然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李辉虽然业务水平一般般，但是在这些事情上面的第六感，我在公司我排第2，没人敢排第1。哎，你别不信呐，真的。世豪，怎么了？来，坐，慢点。今天下班回家，我们收拾点东西，去山里玩几天，怎么样？为什么不工作了？我这么多年呢，也没休过假，正好趁着婚假，可以出去好好放松放松。你也真的需要好好放松放松啊。好吧。世豪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，我是在严永成婚礼上为难他了，但是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你就那么爱他吗？可是你别忘了，他现在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。别再跟我提他。他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小伟。他帮你替考，是我向学校和公司举报的。可是沈侯，你不能怪我啊！他在婚礼上说的那些话，你都听到了，他没有真心爱过你。而且，就算我不举报，你们俩也不可能在一起。够了没有？举报的事儿，我就不再跟你追究了。如果你以后还想在这儿待下去，这些话你别再说了，否则的话，我立刻让你滚出公司。还有，我的事儿，你最好别再管。我们现在的关系仅限于上下级，别的想法最好什么都别有。听见了？怎么样？出来以后，心情是不是好很多？也不会胡思乱想了。其实啊，我让你继续在公司上班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哎，对了，你妈这几天和那几个亲戚去普陀山烧香，等我们度完假，她也应该差不多回来了吧？你费心了。你爸妈为什么没跟着一起去啊？啊，他们要回美国，这样也挺好的。万一他们留下来，发现我们之间有什么破绽，就不太好了。我都不知道这辈子该怎么报答你。那你就当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吧。我本来啊，是打算带你出国玩的，但是你的身体不太允许，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来山里住几天，
就是没有什么娱乐，不知道你会不会无聊？不会。出来看看这些山山水水、花花草草的，有些事情自然就想通了。跟这些比起来，我自己这点事儿又算什么呢？慢点。怎么样？好美啊，这儿！我感觉我自己就跟做梦一样。接下来的这一周啊，都可以好好做梦。哎，你现在啊不能碰凉水，我来洗。帮我拿一下。这边的小青菜啊，特别新鲜。晚上给你做一道拿手菜，就是没什么荤菜。你会钓鱼吗？看别人钓过几次，但基本操作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那要不咱俩出去钓一条鱼，晚上煮个鱼汤？好啊，等我洗完这些菜啊。来来，我来。这个吴倩倩也没什么嘛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角色。是啊，来这么些天也没见沈总有多搭理他，就算碰到了也是冷冰冰的，根本不像有什么特别的关系。反正咱们跟沈总的态度来，准没错。你的酸辣粉儿，你的宫保鸡丁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哎，这怎么有香菜啊？你不知道我对香菜过敏吗？哎呦，你看这宫保鸡丁量又少，这闻着还有股味道，你这怎么点的菜？可你说的就是这些啊。你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好，还好意思找理由呢？不都一样吗？哎，香菜给我吃啊！你装什么好人吃你的酸辣粉？你看什么看？不满意就辞职。我这就去重新买。我能问你3个问题吗？你问啊。但是请你要如实作答，不能隐瞒。那这个的话，我要看看情况了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我当时进 MG， 你是不是有私底下跟陆总打过招呼啊？当然没有，那个时候你已经在 MG 实习了，我只是跟他碰面的时候随口提了一句，说我有个朋友在他手底下做事儿。那后来吴倩倩写匿名信，她也没有损伤公司的利益，为什么陆总把她辞退了？你是不是你让他那么做的？这算是第2个问题吗？这是同一个问题啊。就算我这么要求，陆阳也不会这么做。他这个人啊，在某些事情上还是黑白分明的，这其中就包括朋友。如果吴倩倩她不是你的朋友，她这么做，陆阳应该会赞赏她，毕竟能够抓住对方的弱点，这是他的本事。但吴倩倩是你的朋友，大概是陆阳这几年被别人在背后捅刀捅的实在是太多了，他讨厌像吴倩倩这种在背后捅朋友几刀的人，给他点教训，免得以后害人害己。那第2个问题啊，你那次在我家到底跟我妈说了些什么呀？
我随便编了一些你跟沈侯之间的故事，让他相信是沈侯对不起你在先的。我虽然撒了谎，但有的时候善意的谎言比较能够让人接受。好，那第3个问题，你当初是怎么答应 Cindy 和他在一起的？我知道你们的很多故事，什么大雪封校啊、废弃的实验室之类的。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人说过，对上司的情感问题不是很感兴趣。因为在我心里 ，Cindy 是我的朋友，虽然可能他现在会怨恨我吧，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你们之间究竟问题出在哪儿。真的想知道啊？是恻隐之心。自从我妹妹在我眼前过世之后，我看到的一些因为我而受伤的人或事儿，总会忍不住自责，想要上前呵护。那个时候我以为那就是爱，后来我才明白，是那个时候我没弄清楚。所以2年了，你还没弄清楚？这个就是我错上加错的地方。所以你才不忍心欺骗自己，也不想再欺骗他，就和他分手了。其实我跟他分手，不光是只是因为这个原因。那还有什么原因？我只答应你回答你3个问题。这还是同一个问题。其实有段日子，精神状态不是很好，看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。在我还没有痊愈之前，我不想耽误任何人的生活。那你现在呢？你现在有好转吗？好了，不说这些，要不鱼都钓不上来了。虽然我们的婚姻只是形式，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，你可以跟我聊聊，我会尽全力帮你的。谢谢，但我真的很